上一世女孩替妹妹下乡成婚，结果发现老公一家都是极品，公公不仅娶过4个寡妇，甚至12个孩子有8个不是他的。但小姑子比公公更离谱，没结婚就生了3个孩子，关键还不知道孩子的爹是谁。而婆婆更是极品中的极品，不但偷女孩的嫁妆，还和村里的无赖合谋玷污她，导致女孩含恨而亡。好在老天爷怜悯她，让她重生到了被谋害的这一晚。我竟然重生了！既然老天给我这次报仇的机会，那以前那些欺负过我的人，今后我要让他们10倍偿还。看到无赖正在靠近他，林期末快速跳下床，用凳子把无赖敲晕，然后迅速去生产队找帮手。大晚上的有事吗？而队长一家见到林期末都很意外，林期末并没有急着说话，而是让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高家人不懂什么梨花带雨，只觉得他哭起来让人心疼。别哭了，谁欺负你了？我给你做主。队长，我本是躺在床上睡觉的，忽然我听见门外面有动静，我婆婆偷偷跟一个男人说话。一句话已经让队长家人瞪大眼睛。难道林期末的后婆婆找野汉子？我婆婆和男人合谋对我图谋不轨，然后被我发现敲晕了男人，现在他还在我的房间里。高家人都惊了，原来不是婆婆找野汉子，是婆婆给儿媳妇找野汉子。高启山看着林期末问道：“这是你想怎么办？”这是我口说无凭，得有证据。我想请队长带人抓住这个男人，然后再找我婆婆评理，省得别人以为我胡编乱造冤枉他。好，我们一起去，只要抓住这个人，我保证给你做主。他们一起来到林期末的房间，只见男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高启山走过去狠狠地踢了男人。村庄里突然响起一声男人的惨叫，高老三家的院子热闹起来。张爱子被捆着跪在地上，看热闹的人占了一院子。怎么了？这是小偷？哪个不长眼的人偷高老三家？他家除了拖油瓶还有什么？哈哈哈哈！高老三他正站在人群里，好像这是别人家的热闹。朱秋芳站在他身后，脸色铁青，微微颤抖。这个蠢货怎么被人抓到了？事情办成了吗？他看了一眼林期末，咬牙站出来：“队长，我们家没丢什么东西，这事就算了吧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明天还要上工呢。”众人确实准备散了。此处偷鸡摸狗不是大事，更何况是没偷着，被抓到打一顿放了，就是正常流程。大家等一等，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是我听见我婆婆让这男人玷污我的，然后麻烦队长大叔帮我抓人的。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？他冷冷地看着朱秋芳，众人顿时炸锅了。婆婆指使野汉子讨媳妇，这消息劲爆的把我们都整不会了。我没有，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自己偷人，却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。我看见过好几回你和张赖子滚草垛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他的。我这消息也挺刺激，林期末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？据说他本来再有个定了亲的男朋友，刚到我们村又被一个男知青猛烈追求。有人看到他们一起从小树林里出来，后来她嫁给高远3天就怀孕了。高远有那么准？你看见过好几回，那你之前怎么不说？我都是为了高家的名声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没想到你却反咬一口，你个黑心烂干的！朱秋芳越说越顺，真像那么回事似的。你都看见过几回？什么时间、地点，详细说一说。第一回就是你和高远结婚前一天晚上，你们在知青点后面的小树林里，我去拾柴火看见的。第二回就是高远走后第2天傍晚，在村头的磨坊里。第3回就是村里分粮食那一天，我让你去拿粮食，结果你半天不回来，我发现你们在村头学校里鬼混。第8回就是今天晚上，我去屋后拿柴火，撞见你和张赖子在你屋里，没想到你看事情暴露了，立刻就把屎盆子扣我头上，你好厉害呀！朱秋芳一口气说了8次，越说越顺，连细节都有。时间地点选的也合适，都是适合偷人的地方，我非常佩服你的应变能力和瞎编能力。众人都信了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林期末，人群里几个男人的眼神更肆无忌惮。我们来说说第一回，我和高远结婚的前一天，我在知青点哭了1天1宿，直到第2天早上高远来接我过门，所有女知青都能作证，对吗？人群里也有来看热闹的女知青，听到他的话立刻点头。这件事他们印象很深。林期末是京城来的，据说父亲还是个当官的，结果被迫嫁给一个农村兵，我们都非常同情，劝了他1宿。还有你什么时候捡过柴火？家里的柴火都是几个小孩子在捡。是这样的，他们家的柴火也是小孩子捡，大人哪有时间？而且谁半夜捡柴火，能看见个鬼。再说第2回，高远走后第2天，那天小队长说农忙要开始了，大家集体干活出粮食，从早上一直忙到后半夜都有人。你后半夜又去磨坊了吗？看到张赖子了呀？你跟他一起去了吗？可惜你去了，我没去哦。那天我和小姑子因为睡觉抢被子，后半夜还打了一架。众人顿时嗡嗡，然后哄笑。先不说这是真的假的，但是林期末说话挺有意思的。朱秋芳和张赖子，不可能，你都是瞎编的，你怎么可能记得这么清楚？你可以记得清楚，我为什么就不能记清楚？第3次村里分粮食的那天，小学那天正好放假，没人，地点倒是挺合适。你看，你承认了吧？你都承认了。
可是那天你第一个领到了粮食，然后马不停蹄的就背了50斤回娘家，晚上天黑了才回来。因为这个公公跟你打到半夜，你是什么时候让我又去领粮食的？什么时候找我找到学校的？哇哦，这也太刺激！人群简直尖叫起来。朱秋芳这个事很多人都知道，因为年年都是高老三家第一个领粮食，也年年第一时间往娘家送，年年要挨打。高老三沉着脸看着朱秋芳，我上辈子就有个好记性，虽然不是过目不忘，但是也差不多了。现在重生了，我记得上辈子发生过的任何细节。众人闹哄哄得看着朱秋芳，证明林期末说的事情都对上了。朱秋芳刚刚的指控都是撒谎。张赖子一直阴恻恻地盯着林期末，突然露出个鬼笑。林期末眼角的余光也一直在他身上，手里提前准备好的石头狠狠砸下去。他们早就好上了，我早就想撕烂他的嘴，现在终于实现了。石头尖锐把张赖子的嘴唇砸得稀烂，回头哽咽地问道：“高启山，队长大叔，他们2个要害我的命，应该受到什么处罚？”现在生产队的权力非常大，队里发生的只要不是杀人、小打小闹、偷鸡摸狗的事，全由个生产队决定怎么处罚。高启山叫过2个民兵道：“一人打他们50个大嘴巴子。”我没有撒谎，我是记错了日子，但是我真的看见了，都是他嘴硬不承认。当家的，你救我，我被打了，你脸上也没光啊！高老三这个人最要面子，顿时皱眉对林期末道：“都是一家人，她还是你婆婆，干什么要打要杀的？哪有你这样当儿媳妇的？”我要是你，现在就该好好想想，张赖子凭什么为他做这种掉脑袋的事情？他们到底是有多么深的关系？他隔3差5回娘家，真的只是回娘家吗？说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我豁出去名声不要了，也要去县里告张赖子。朱秋芳和他同罪，民不举官不究。但是我如果真去告，到时候传出去，外人再提起高家屯生产队，就是婆婆给儿媳妇找野汉子那个生产队。嘎嘎嘎！全生产队都跟着丢人，最丢人的就是他这个小队长。高启山立刻对民兵道：“打断张赖子一条腿。”但是到朱秋芳这，他却有些为难。他小声对林期末道：“打断你婆婆手脚不合适，手脚断了不能干活挣工分，受损的还是你们自己家，还得让人伺候她吃喝拉撒。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你还要在高家生活，现在把朱秋芳得罪死了，到时候他3个孩子打你怎么办？”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他都找人要我和孩子的命了，我却轻饶了他。今天眼睁睁看着的人都会觉得我好欺负，谁都想来爬我的床，反正大不了挨50个嘴巴子呗。林期末目光炯炯地扫视周围的人，重点是男人。以后谁再想害我，我就踩断他的命根子。现场的男人顿时夹紧双腿，不敢再看林期末。林期末来我们村子快1年了，今天说的话却比他1年的都多，而且说的头头是道，有理有据的。难道他肚子里的孩子真是高原的？林期末没理会众人的视线，他在人群里找了找，就找到了目标。高枝，你帮我把被子拿到知青点去，我今天在知青点。女人每出一次门，家里就会丢失50块钱，但奇怪的是，房门并没有撬动的痕迹，甚至物品都没被翻找过，这根本不像是小偷所为。于是她先假装出门，然后躲在暗处偷偷观察，却看见她的闺蜜悄悄走进房间，拿走了抽屉里的50块钱。原来只要看见林期末出门，闺蜜就会趁机偷她的钱。把钱拿出来，把钱拿出来，把钱拿出来。期末，我只是借用一下，下个月就还给你。小小，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份上，今天你只要把借我的钱都还了，我就不报警了。期末，你不要瞎说，我什么时候借你钱了？上个月你就借我50块，当时你说你妈生了重病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还我？苏小的表情瞬间僵了，他妈根本没有病，如果让家里人知道他用这个名义撒谎，还借了钱，他就完了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不想知道你妈的情况吗？还是说怕谎言拆穿，他们管你要钱？苏小的爸妈也是极品，极其重男轻女，他就是替他哥哥下乡来的，如果知道他手里有钱，肯定会想方设法要走，才不会管这钱怎么来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没想到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以前都是我不好，以后我会。以后你记得还我钱。我们现在来算算账吧，从小到大你一共管我借了多少钱？苏小薅林期末的羊毛当然不是薅一次，是从小到大都薅。1、2年级的事情我不记得了，从3年级开始算吧。你一共借过我2块5， 4年级借过5块6， 5年级。没想到你记得这么清楚，连1分2分的事情都记得。所以说好姐妹呢，你都是装的吧？我一个借钱的，为什么不能记得清楚？反而是你一个欠钱的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是根本没想过还吧？苏小的表情一僵，林期末又叹口气对众人道：也不是我非要记得这么清楚，你们听苏小说过我的事情吧？我有个记账本，花的每1分钱都要记下来，结果我所有的零花钱都被苏小借走了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我可以把记账本拿来，我们一起对账看。众人一看，一个有证据敢对账，一个不说话不抬头，谁真谁假一目了然了。离他远点，多亏我没借。苏小几个月之前还管我借过钱。哎呀，你一说我想起来了，他也管我借过钱，可惜我有没钱，没借。啊，我借过他3块钱，苏小还钱。我也借过他3毛钱，因为不多我也没好意思要，原来人家是没想还啊。苏小顿时被围攻了，眼泪真的掉下来了。
林七诺像拿出欠条让苏小签，苏小一看上面的金额，竟然高达380块3毛5分，顿时想吐血的心都有了。他赶紧把字签了，不想让林七诺再说些什么。所有人都意外地看着林七诺。林七诺有那么多钱，还借给了苏小380块，可是笔巨款，别的农民家一年可能赚个50块、60块，这是一个家庭的全部收入。一头大肥猪，4等的只能卖50来块。苏小脸皮僵硬，拼命朝林七诺使眼色。当初他不是告诉我财不露白，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么多钱，也就不能对外人说他借过钱给我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咱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朝我借钱，我就没让你打借条，这事你不会不承认了吧？那我可要写信给你妈，让她还了。你看你说的什么话，我就是气你财路白了。你也说了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，比亲姐妹还亲，我是借钱不还的人吗？林七诺嘴角微翘，其实他上辈子输的也不冤。看看人家这话说的，又给我挖坑，又破我，又没说他到底借没借我钱，到底借了我多少？那你管我借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还？你也看见了，高家我是回不去了，现在全身上下除了个铺盖卷，什么都没有，我得吃饭啊！你什么时候还钱？钱，三句不离钱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？怎么不假清高了？你也知道，那钱是给我妈救命的。她现在虽然好了，但是还没上班，没有工资。等她攒够了钱，邮寄给我，我肯定第一时间还你。所以如果你妈不还，就是你妈的问题，不是你的问题了。你当初说高家人靠不住，我用的东西都留给你用了，我把我所有的钱都借给你，现在我1分钱没有，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，难道你还不还我钱吗？苏小的脸通红的，表情却是比他还委屈。期末我真没有钱，接到我妈生病的信，我都邮寄给她了，1分都没留。真的没有？1分都没有？真没有。林期末顿时不好意思地看了高枝一眼，高枝顿时眼睛一瞪。好啊，原来你没有钱，竟然骗我！我不管你是借也好要也好，你现在必须给我5块，不然你的铺盖也别想要了。这是我最后的东西了，没有它我就得冻死。你去苏小身上看看吧，他喜欢把钱缝在内衣口袋里。林期末朝高枝使了个眼色，伸手比了个1，高枝一愣，扑了过去，一把抓住他上身内衣，眼睛顿时一亮。我摸到了一大把钱，哇，什么情况呀？刚刚苏小说的那么坚定，我们都信了，结果真有钱，花花绿绿，有零有整，38块3毛5分。就这是真没有，1分都没有，这是纸吗？那就都给我吧。苏小还敢去抢，林期末一巴掌拍在他的脸上。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我没有，我不是，这钱是人家的。你是不是想说这钱是你刚刚借的，给你妈看病的？你找谁借的？我们现在立刻就过去对质。苏小心中划过几个人选，有2个挺合适，选谁呢？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能对你这么好，不打借条就借你这么多钱？苏小瞬间感觉后背一凉，所有人选立刻都用不上了。你没有第2个可以替你圆谎的姐妹，如果是男的，那你们就是不正当关系。苏小的心上人在京城，他绝对不能坏了名声。你手里既然还剩下这么多钱，那到底是你妈没生病，还是你把钱扣下了？这又是个送命题，是苏小撒谎了，还是他不孝顺？亲妈要死了，他还扣下救命钱？苏小嗷一声捂住脸，跑了出去。我真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我以前对他那么好。众人赶紧安慰他，又是个被闺蜜欺骗了的大傻子，大家都同情他。明天早上你来找我，跟我去个地方，我再给你1块钱。高枝顿时点头如蒜倒。林期末这一宿睡得有些不踏实，所以天亮他就醒了。刚醒就看见高枝站在门口。今天要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两人出了知青大院，直接往村外走。嫂子，你要去公社吗？买点吃的，还有棉花，太冷了，顺便再给我家里写封信。在70年代，过期的鸡蛋糕是万万不能吃的，但重生的林期末不仅不在乎，还专门挑店里过期的吃。同志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过期的蛋糕是不能吃的，你吃坏肚子可别找我们食品厂。可林期末听后非但没停下，还一口气炫了3块过期的蛋糕。同志，你们食品厂是不是要倒闭了？这件事厂长上午才跟我们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我能帮你们食品厂度过这次难关，麻烦你带我去见你们厂长。原来林期末之所以吃过期的蛋糕，是因为前世这家食品厂倒闭，跟蛋糕的配料和工艺有很大关系，而他只要把这家食品厂救活，那他离发家致富自然就会更进一步。厂长，这位同志是京城来的林知青，他说能让我们食品厂扭亏为盈。林知青，我们厂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，只要你能让食品厂不倒闭，我愿意一次性给你400块报酬。嫂子，快答应厂长啦，我们高家屯还没有一家能拿出400块呢。我不要你们的400块，我要当你们厂的副厂长。京城来的人就是不一样，400块钱是一锤子买卖，当了副厂长却是一辈子的买卖。行啊，可以的啊，只要你能让我们厂不倒闭，我们厂正好有个副厂长的缺呢。
给你又何妨？郭大军的眼神又有点怀疑了，小姑子则是崇拜的看向林期末。上面是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是下通知让你们限时解散，还是业绩再不达到什么标准要解散？下了通知，年后就解散了。我现在让你当这个副厂长，你也没有工资领，更没有过年福利，你是图这个来的吧？胆子倒是挺大的。你话不能说得太早，你们只要听我的，我保证厂里今年的过年福利是全县头一份。郭大军淡淡的看着，全县福利头一份，他做梦都不敢做这种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做才能把厂里救活了？我要用5斤面粉、30个鸡蛋和1两白糖，还有你们的锅碗瓢盆。郭大军顿时站起来，你们走吧，我没空陪你们瞎胡闹了。你们是不是饿了，想大吃一顿？林期末从兜里掏出4块钱拍在桌子上，一脸认真的看着厂长。这些够买5斤面粉、30个鸡蛋了吧？我不是来骗吃骗喝的，我是真想当这个副厂长。你也没有别的选择，要么赌一把工厂起死回生，要么就回家指望别人养。他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，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林期末拿着东西来到车间，郭大军跟在他身后想进去，却被林期末拦在了门外。我的配方目前保密，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很快车间传出了一股霸道的香味，是他们从来没闻过的，一下子就把他们的脾气抚平了。这是什么鸡蛋糕？好香好香！呀，简直太香了！这也太香了吧！大嫂，什么时候能烤好？我好想尝一尝。快好了，火候不变，再等一会就好了。上辈子林期末的师傅都是各个菜系顶尖的，每个师傅都说他非常有天赋，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了。随着香味越来越浓，我们差的是原材料鸡蛋，没有鸡蛋做出来还不如馒头。但是刚刚林期末拿的鸡蛋配比比正常鸡蛋糕要少许多，香味却好10倍不止。郭大军深吸一口气，我做了20年鸡蛋糕，原来都白做了。我今天准备的材料还不够，大家先将就着尝尝吧。众人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一人拿起一个尝了尝，怎么这么软？怎么这么嫩？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鸡蛋糕。鸡蛋糕竟然还可以做得这么软嫩，还有股不可描述的香甜味道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用30个鸡蛋，1斤面粉配6个鸡蛋。这配方我们也用过，根本做不出这种味道，反而有些拉嗓子。林期末只是笑笑，那里还放着5个煮熟的鸡蛋，1斤面粉只需要配5个鸡蛋。这配方太重要了，他拿着这配方去任何糕点厂都能要来个工作。现在你就是我们厂的副厂长了，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您觉得呢？我们现在怎么做好？我带着这些鸡蛋糕去县食品厂，他们这次肯定会给我们原材料，让我们继续生产的。都被人逼到这份上了，他竟然还这么天真。不过顶头上司天真，对我来说是好事，嘿嘿，好忽悠。这鸡蛋糕是我现场教我小姑子做的，她第一次做没发挥好，原材料也差了一些，还没达到我想要的水平，不如我多做几炉，发挥稳定了再说。新手第一次做的都这么好吃了，还说没发挥好，那发挥好了得什么样？他们顿时期待起来。郭大军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，他信心满满的觉得这鸡蛋糕一准能入县食品厂领导的眼。那你继续做，做得更好更入眼，也不差这一时半刻的。我还需要牛奶，没有牛奶的话，奶粉也是行的。郭大军有些心疼，这次林期末也动手了，他亲自配料，亲自搅拌。第2炉烤出来果然更细腻软嫩了，因为加了牛奶，味道好了不止一个档次。郭大军看着几大筐鸡蛋糕激动坏了，这产量都比我们之前高出很多，大小跟原来一样，数量却多了很多。谁还敢说我们食品厂做的鸡蛋糕不好？谁还敢以这个理由开除我们？我这就去给县食品厂送去。你等一下，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郭厂长，既然我已经是副厂长了，那咱们分一下工，以后你管人事调动，我管生产和销售，你看怎么样？郭大军心里一松，看着林期末的目光彻底没了防备。年纪小就是阅历少，管人大才叫管，才有当厂长的样子，管事那叫吃力不讨好。行行行，以后生产和销售都你说了算。好的，那你就听我的，先不给县食品厂送了，我们把这些面粉都做了，然后把东西卖出去，卖的钱给大家补发工资。一句话就让所有人都站在了他这边。郭大军看着众人如狼似虎的眼神，对的，就不能给他们送，不然都是肉包死打狗。确实，你送1筐，他们就惦记其他筐，我们今天烤这些都得被他们拿走不可。可是都卖了，怎么证明我们的鸡蛋糕好吃了？如何把食品厂经营下去了？果然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怪不得这些人能凑一哦，都是实心眼。我今天只用了20斤面粉，还剩几十斤呢，以后再烤就是了。可是我们没有钱，大家几个月没发工资了。众人一想也是，都看向林期末。郭大军有些不好意思，你们还真的穷啊，我兜里还有几块钱，等这些鸡蛋糕卖出去了，我们就有钱了。只要大家听我的，我保证年前大家的工资都能补发下来，过年福利也是全县头一份。众人表情扭曲的看看他，看看他身后一堆鸡蛋糕，左边脸是相信，右边脸是怀疑。我明天要带几个人去省城卖蛋糕，你们有谁主动报名的？众人一听说要去省城卖蛋糕，大部分人都犹豫的往后躲。陶娟，你也去吧，
我看你能说会道的，干销售肯定是一把好手。事情就这么定了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我得赶紧回去收鸡蛋了。别看这顶破帽子上都是汉字，其实帽子下藏着一颗顶尖的商业头脑。不信你看，别的商贩都把摊位摆在闹市，而他却摆在了国营饭店门口，这样他的顾客就都是有权有势的大佬。但他并不看重林麦这点小钱，他先让领导们试吃给出评价，再用这些评价宣传自己的蛋糕品牌。可当崔经理看到10块钱一斤时，身体也不免打起一阵寒战。你这一斤蛋糕要10块钱？要知道，这可是70年代，10块钱可是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。经理，不是一斤10块，是一个蛋糕1块钱。你这10个蛋糕最多1斤重，我说一斤10块钱也没错吧？林期末看出这个崔经理不好忽悠，于是他决定来个狐假虎威。经理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大领导尝了我们的威风蛋糕，都说我们的堪称天下第一糕。崔经理一听大领导品尝过，顿时就来了10分精神。大领导尝过了？哪个大领导？林期末露出个明媚的笑容，答非所问的用一口京片子道：我是去年刚刚从京城来的知青，这蛋糕的配方是我提供的，所以这个大领导可比你想的要大很多哦。崔德贵已经把蛋糕放到了嘴里，瞬间他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了。这味道还真是非常好，跟我在国外吃过的生日蛋糕很像，没想到这里也有人做出来了。你这蛋糕做的确实不错，看在好吃的份上，我让百货大楼给你一个黄金位子。林期末听后一刻也不愿耽搁，扛着摊位就往百货大楼跑。崔经理给的位子确实好，蛋糕刚摆上货架就围满了人。可当他们看到价格后，现场众人都不淡定了。什么破蛋糕，竟然敢卖1块钱一个？就是，真是穷疯了，能卖出去我给他磕一个。大家不买没关系，可以先品尝一下。众人听说可以免费品尝，纷纷拿起一块放进嘴里。老板没有骗人，确实比普通的炒子糕好吃。老板，给我来2个，我要带回家给媳妇尝尝。每个吃到的人都会一顿猛夸，不仅周围人听得一清二楚，甚至还吸引了正在买茅台的有钱人。林期末自然不会放过这2条大鱼。领导，您是准备买年节礼吧？烟酒糖茶都是老花样了，不如试试我们的威风蛋糕。刚从米国学的新技术，全进口材料，1袋就要10块钱，送出去绝对有面子。见领导没有上钩的迹象，林期末当即拍了拍蛋糕包装袋，故意露出零售价10元几个字。领导，现在一瓶茅台最贵的才8块，咱这10块钱蛋糕送出去，保准你脸上绝对有面子。而且我们现在买1送1，3天之后立刻恢复原价，到时您再想来买，少1分钱公家都不能答应。给我来10袋，给我也来10袋。这东西立刻多买几份，也绝对不能落下谁，不然麻烦可就多了。去年我就心疼钱，给上司送礼的时候少了2瓶酒，好家伙，被他穿了1年的小鞋，现在脚还疼呢。今年可得把他安抚好了，吃一堑长一智，其他人也不能落下了。2位领导住得远不远？我们要赶下午4点的火车回去，如果时间方便的话，我让人帮你们把东西送家里去吧。虽然不沉，但是太占地方了。这服务也太周到了吧！我住在省出版社家属院，那就麻烦你们跑一趟了。我住在区委家属院3号楼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这是我们食品厂应该做的。林期末一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了，这以后可都是他发家致富的人脉。林副厂长，我们这也不是米国学的技术，也不是进口原材料，万一有人追究起来怎么办？你怎么知道这技术不是米国学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就是米国学的。那进口原材料呢？这个可真不是，别说进口了，公社都没出，简直自产自销。林期末没有答话，直接来到百货大楼的酒水区。崔经理，百货大楼现在还有多少瓶飞天茅台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送礼，京城的领导不是都喝腻了？我们厂的员工还没喝过，我想买点给他们当福利。崔德贵顿时被惊得说不出话，头一次听说给员工福利发飞天茅台的，就连他的福利里都没有，何况林期末只是一个小小的食品厂销售。你一个食品厂销售员能做这个主？林期末没有介绍自己副厂长的身份，因为他还没摸清楚经理的门路。经理，你放心，我能做这个主。那好吧，我去给你问问正常商品还有多少库存，他一个大经理还真不知道。小王，你去看看飞天茅台还剩多少瓶了。小王听后却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偷偷看了一眼办公室主任，在得到主任点头后，小王才快速向仓库走去。很明显，崔德贵的权力已经被架空了。我已经当了1年经理了，却依旧没把这些员工收服，结果今天还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。经理，飞天茅台就还有10瓶了，普通茅台还有4箱。10瓶我都要了，不过我没有酒票。崔经理，你能不能借我几张？在70年代，普通工人每个月最多发6张酒票，但崔德贵作为百货大楼经理，肯定不会缺这东西的。这些票我也没用，放了好几个月了，再不用就过期了，都给你们单位吧。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我就替我们厂的职工谢谢崔经理了。至于回报，等咱们活动结束后再谈。一点不值钱的东西，什么回报不回报的？崔德贵以为林期末听到了自己的意思，他其实是看中了林期末的商业头脑，想把他挖到百货大楼当亲信培养，但林期末却一心只想回家喝茅台。73年的飞天茅台，如果保存得当不跑酒，以后最少卖几万，运气好能卖到40-50万一瓶，而且只会越来越贵。副厂长，
你买这么多酒干什么？答应你们的福利啊！我林期末说到做到。王会计听后手一抖，差点把一瓶酒掉到地上。几个销售对着茅台酒嘀嘀咕咕，甚至表情也开始变得无比凝重。这可是8块钱一瓶的茅台酒，副厂长真要把它发给我们吗？这也太奢侈了吧！就是孩子结婚，亲爹出殡，也没谁家用得起这么贵的酒啊。